朋友们，录屏软件不做人了，我录了2个小时的视频呢，就这么没了。我就奇怪软件为什么不能在中途提醒一下。好，咱们进入游戏。至于我为什么这么多钱、这么多资源，游戏的最后我会告诉大家。好，宝宝们看一下，这款游戏叫《孤王绝境》啊，不是绝境啊，不好意思，这个之前我不是女王啊，你别看她是长头发啊。这个游戏人物是真会死的啊。这个游戏你看我这帮兵。他第一次是受伤啊，但是也运气不好的话，有时候就死。我之前就有的兵就是，给他练到3、4级了，然后直接就被对方给秒了，秒了之后变成一骷髅就死了。要是没死的话呢，他就是一个这个受伤，有一个伤疤，然后呢，你再给他养伤挺长时间。你看像这个人他脑袋上有加号嘛，这就是正在养伤阶段啊，就是还没恢复好呢。好，咱话不多说啊，咱们开始搞事情。它这个虽然有个剧情，但是它这剧情其实没什么，主要是一个策略游戏还是。它的剧情就是一开始你就是国王和这2个护卫，然后你在地图上就可以往前走刷兵啊，有点像那个 roguelike 那种游戏。然后呢，你这个后面会有一个你的敌人，就是很强大的一个敌人，这有点像王子复仇记赛啊。这个国王等于是在谈判中就被人家阴了啊，然后就赶紧逃命啊，赶紧跑。后面人家追兵在后边追，你在过程中呢，你可能会面临就是可能路上会遇到什么强盗啊、山贼啊、什么赏金猎人啊等等，会遇到好多东西。但是有一个很强大的敌人在后面追你，就是人家那边王国的士兵啊，就敌人那边王国的士兵，它是2个国家的。其实它这里有好多国家的，只不过可能我估计可能初期没做出来啊，就是基本就是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就是通关了嘛，就是它只有3张地图，那3张地图里等于你从这些士兵里可以看出来。这个士兵是来自于不同国家的啊，所以说它后面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国家。我为什么玩这游戏呢？就是为什么给大家录呢？我觉得也算是推荐吧。但是这个咱们可以说，如果是打星儿的话，不像我之前给大家推荐的游戏都是打这个4星、5星的啊，或者就 SSR 级别的，对吧？这个达不到，这个我觉得2、3颗星吧。甚至里边还有很多 bug 啊！我之前发了2条视频，都是关于 bug 的。电脑硬件配置不高的时候。甚至你可能，我觉得它甚至可能手机都能带起来啊，就这种游戏啊。那如果手机能带起来的话，那这个游戏其实就是性价比就挺高了啊。咱们不能叫性价比，因为反正我玩游戏都不花钱，就是那它就是还是挺值的啊。就是那可能就是3颗星吧啊。但是它现在还没有，应该是没有手机版的。反正我找到的就是这个 PC 版的还是电脑。后排像那长枪兵，这属于后排啊。它这里的长枪兵属于后排啊。或者说第2排叫第2排，这个是弩兵，一般是第3排，然后弓箭手第4排啊。我不太爱用这个弩兵啊，好，我看好像有人说这个弩兵挺厉害，但是我试了一下，我用不习惯啊。它得上膛然后再射啊，弓箭手可以连射啊。这个我这也算精兵吧，是吧？20多人呗，就是这叫什么圈踢啊，形成围殴之势，圈踢之势啊，咱这叫群砸啊。我前2天看了一个那个视频，上面说这个这个。苟活荀彧啊，给曹操出计啊，说咱们对袁术还是对吕布的形成啊，对袁术好像形成圈踢之势，这可能是他们那个当地的这个口语是吧？非常喜欢弓箭，其实弓箭 biu biu biu， 你像我玩其他游戏，一般就是主要的 ADC 就是给弓箭升级，好的装备都给远程上，加攻击力什么的，就靠它秒人。但是你看远程的命中率很低，打他命中率高，那就打他，因为这里就是属性。你别看这小游戏啊，我觉得它是小游戏，但是不一定小游戏。它这里边每个人的数值还挺复杂啊，就是游戏机制不复杂，但是里面的那个数值和平衡性各方面的，它安排的还挺细腻。还有什么远程的格挡、近程的减伤，还有盔甲的升级、锻造等等，还有很多啊，就可玩性还是可以的啊。所以我就给打2、3星吧，还是。真的，如果他是手机能玩的话，这个游戏还真不错。这就是玩，对吧？这个我本来想切后的啊，他如果往前面来，我就可以切后了，好像可以。你看，从这儿就可以绕过来，对吧？那我就可以切到他后面。打人的话呢，你尽量打开那红边嘛，就伤害高啊。这白边伤害低，因为他面朝这边嘛，所以说我尽量打他踢屁股。但是我现在要冲过去呢，面临着，因为他们这几个人还没有接战，这个很重要啊。他没有接战，我过去他们有可能就过来围殴我了。我这个又是个脆皮儿啊，所以就不太合适。就先藏一下，找个地方藏一下，因为每场战斗都差不多，我们就这样打，除非面临的敌人的数量和等级有区别，然后兵种有区别。每个兵种有不同的一些特点，这个倒是挺好玩的，尤其你还能培养他的技能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还是挺喜欢的。
这个你看为什么我养了好多长枪呢？长枪啊，它算近战，近战的命中率呢，我发现相对高一点啊。它这个命中率这个计算起来很复杂，反正就是你就加它的精度就可以了，精度就是命中。但是整体来说啊，长枪的命中率比这个远程弓箭的命中率高啊。那个弓箭手可能是越远命中率越低，可能这个原因。你要是怼脸射也挺高的啊，但是它怼脸它也有那个厌气近战那个特点。来一下，破防了，破防了的，危险！在王的威压面前，不行。这两个在后面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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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射我，拖后，突定击，拖后，让你大点，哎，好，让我摸到了，哦，哎，他那种远程人物啊，他每次从你前面跑，你不有那个射手线，不叫射手线啊，你所有近战人物都有一个技能叫叫伺机攻击啊，就是路过的人你得抓他一下，就是这么一个技能啊。只要你这白的面对他离我太近，他打不了，他就往后退啊，那他就得被我怼一下。所以你只要贴上去就可以了，你能打都没关系，你贴上他就得跑。他每轮跑，每轮挨打。这个好，我这个人物看王也有这个斩杀技啊，英雄打击，来吧，好，看周围一圈的我的人都增加一个集结效果，然后他们呢都增加一个叫斗志受挫。防护降低，伤害降低啊！这还怎么打？这还怎么打？这个别秒死，经验归谁？看到了吗？2个62%，这就是他的命中率，这就是几率62%，2下都没有射中。你说我能不怒吗？你说我能不独挡？但是这游戏还独不了挡，专治我这种爱独挡的人。我听大家这游戏独不了挡啊！这游戏你挂了就挂了啊！所以说你要是说现在有人挂了，赶紧就切出去，赶紧就Alt F4，知道吧？游戏推出去，然后再进游戏，那这场战役可以重开。但是你读不了档，你换不了路线，知道吧？它不是读档，它是从这场战役重开，它的记忆点就是这场战役的开始的啊，特别狠的游戏。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卡在某一关，你像刚才我说我咬牙，对吧？这是我估计第一次啊，我估计这唯一一次就是来冲这个贼的堡垒啊，冲这个敌军的堡垒大本营。就是因为这个游戏可能这个你要是你不要学我啊，你不要像这个盲盲目目的去冲，对吧？如果你实力不够，你冲这一下有可能你就这脚就拔不出来了，你就必须得给这堡垒推了。你无论怎么独挡，你这场战役你也得打呀，对吧？你打不过怎么办？那就完了，你这档就废了，这档就废了，你重新开始游戏了。你得打好几张地图了，每张地图有好多节点，有好多战役，一场地图得好几十个战役啊，100%啊，这多舒服，对不对？这人啊，就是不能较劲啊，不能跟自己较劲，这是。可以，不报街可以啊，报街可以啊，好，你看心态好，什么都好啊，报街我先报一下啊，这大哥快死，快挂了，被射成筛子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被他发现了，你看，biu 我，过得去吗？哎呀，我过去得被他捋一下呀，撸过去撸一下，这就跟那猫一样，对吧？你不管是加猫影，你从我面前路过，我就来撸一下。弩的射程比较近啊，这就是我说它为什么适合第3排的人。你第4排可能都够呛啊，第4排可以，如果是正对的话还可以，正对的还可以，不正对就完了，斜一点就只能射3排。来，70%啊，70%啊，大家看到了吗？良心在哪里？道德在哪里？公平在哪里？玩个游戏都不公平了，1刀20多。这个游戏记录一定要加精准啊，一定要它是要精准的。大家想想，一个草丛盖伦是吧？咱说的不是上单盖伦啊，是辅助盖伦。然后，对吧？贴脸给 ADC 开大，就他也很不爽，对不对？就我是盖伦，我也有攻击力的啊，我不是那个什么，我不是那个什么日女啊什么的，对吧？说这大家都知道，就不鄙视现在天天就玩王者不知道英雄联盟的人。这2个游戏是本质上的质量差别，代表一个人的品质，代表一个人的品味，代表一个人的品味，游戏品味很重要。来给大家整一下这个技能，这狂射技能很爽，但是如果我开了骑射，每射一下减3，
减3耐力，就是少消耗3耐力，然后再开这个，哇，站那之后跟机关枪一样，哒哒哒哒哒，非常爽啊！所以我专门把这俩技能配到一起啊，这给大家一个经验：骑射加弹幕，这俩非常爽，非常爽。然后你把精度加高了，精度就命中率加高了啊，逮着一个人就当当当当当，都给那人射死了，还在射了，还就照那块地还在射了，非常牛逼。刚才我试了一把，很爽。但是咱得找一个血多的人才能体会到那个爽劲儿。对方已经没有血多了，就被我打没了啊！耳机，赢，就是这么帅。要塞被我攻克了，非常艰难的一场战役。以少输多，以多群踢圈踢，在我的群砸之下。就是请问谁能告诉我，这两个从技能到属性到长相完全一样的人，为什么这个比这个多2块钱？他们俩唯一的区别就是名字差了一个字，一个字2块钱是吗？只能说妈妈没给你起一个好名字。哎，本来我是非常痛心的，但是没关系，哎，我找到了另一个 bug。哎，看这个卖这个叫异域钱币啊。我把它卖给商人，大家看我这钱啊，213，嘚儿，228，对吧？哎，你看这个东西还在这儿，哈哈，我继续卖。好，我可以无限的卖啊，无限的卖。OK 啊，这样就还平衡一下我的收支，可以哈。然后呢，这个宝石啊，宝石是12块钱，对吧？现在是273，好，我卖一下。哎，你看这个宝石还在这儿，哎呀，这，好吧，这我不能说心情上稍加缓解吧，也只能说是彻底凉透了啊，彻底死心了。